副总，穆家对您送去的10亿彩礼非常满意，希望您能即刻完婚。我与宁，我来娶你了。回应者。许宁，穆董和公司几位老股东已经联手，打算把你踢出木星集团。明天股东大会，你一定要小心啊！刚把我卖给傅家，转手就想霸占我妈的公司。穆连生还真是我的好父亲，江姨放心，绝对不会让他得逞。都给我谨慎一点！今天可是穆家大小姐选贴身保镖的日子，能不能被选得上，全看你们的造化啊！怎么少一个？哎，花都准备好了，你小子挺会啊！哎，走，哎呀，过来，走，我，哎，副总，哎呀，快！我不是啊！你们听说了吗？穆总马上要和顶尖豪门傅家二公子傅延锦联姻了。我听说这位傅家私生子在国外玩过不少女人呢，是个十足的心理变态狂。天哪，怪不得穆总要花大价钱聘请保镖保护自己。我好吗？下一个，out，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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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原来他在找保镖，跟这些人比，谁优胜劣汰一目了然。你小子磨蹭什么呢？就剩你了，赶紧把你的拿手本事亮出来。我的特长不太方便展示。怎么？很难回答？穆小姐，想试什么？想让我亲自检验你的实力，也不是不行。这可是你说的。你干什么？小恶魔来了，快跑！你还好吗？怎么可能是他？一定是我想多了。穆小姐，这是害羞了？身材不错，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傅云念，这傅家二少来应承了，走，赶紧跟爸爸回家。穆董是老年痴呆没好利索，还是耳朵被脏东西堵住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嫁人了？你说什么胡话你？玉宁啊，在你爸爸面前怎么还拾起小性子来了？你不嫁给傅延锦，难不成要嫁给这个又穷又酸的臭保镖啊？这个提议我同意了。
孽障！当着我的面就敢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儿！哎，我穆家什么时候生了你这个下贱东西？雨宁啊，傅家可是身价千亿的顶级豪门，你再怎么不识好歹，可就辜负了你爸的一片好心。10个亿就想把我卖给傅家那个死变态，倒不如把你俩送上天，再把傅氏集团卖了来钱更快。欧雪宁，我可是你亲爸，信不信现在我就把你妈的骨灰丢出去，让你这辈子也找不到她？丢一个试试！你这个义女，你真是翻了天了！走。不就是家人吗？这还不简单？结一个。为什么选我？阴暗变态，男女通吃，还和超过100个女人有情感纠葛。这份调查结果哪儿来的？如你所见，嫁给这样一个阴森恐怖的变态，我嫁过去就是送死。今天的事你也看到了，我需要找一个24小时贴身保护我的人，而你就是最符合的那个人。这张卡里还有50万，等他们停止纠缠之后，我会把剩下的钱转给你。不愿意就算了，当我没说。哎，成交，老婆大人。证都领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算了，我自己看。你叫傅妍姐，有什么不对吗？这个名字怎么感觉有点眼熟？那个死变态叫什么来着？吴玉宁，来人，把大小姐给我带回去。穿了50万，值了。你个臭保镖，敢管我穆家的事儿，反了你了！谁说他是保镖了？我们已经结婚了。傅妍姐，你真的是同名同姓而已。我一个底层打工人，怎么能和副总相提并论？你说是吧？也是，像副总这种身价千亿的总裁，怎么可能会闲到跑来给我当保镖？你不是见过傅妍姐，是她吗？爸，傅家二少是什么人？像他那种眼高于顶的人，还干保镖？姐姐，你说你贱不贱啊？找什么男人不好，非要找个穷保镖？哎，他1个月赚的工资够你交水电吗？那也比你们这一家动不动就卖女儿的吸血鬼强。臭丫头，你现在马上立刻跟他离婚，否则你母亲留下的那些股份，你一丁点儿都别想拿到手。木星集团是我母亲的心血，你们鸠占鹊巢，真把自己当主了。你这个目无尊长的孽畜！你母亲就是这样教育你的，看我今天不打死你！你母亲就是这样教育你的，看我今天不打死你！你臭小子，你敢！臭小子，你敢对我动手？你的教养被狗吃了吗？教养是给人的，不是给狗的。
你！爸爸，你说他今天敢这么对你，明天要是在股东大会上闹事，放心，他俩去不了。穆雨宁，木星集团只会是我的囊中之物。不用你扶。还有，我们只是假夫妻，收起你那多余的关系，别对我起什么不该有的心思。这是你家？朋友的。你一个保镖是怎么住这么大的房子？你干什么？老婆，你崴脚的话，不涂药会很严重的。谁是你老婆？老婆这么迫不及待想把我扑倒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话说，今天是我们的新婚之夜。我们又不是真夫妻。那个，我饿了，你去给我做点吃的。好，此命。吃吧。吃什么？你喝酒了？好东西，给你尝尝。没想到杀伐果断的大小姐，酒量这么长。好了，送你回去休息。不要。你真的喝多了。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其实2分是装的，7分是真的，还有10分是想扑倒你的冲动。你看清楚，我是谁？你是我老公傅延姐亲戚。这可是你先开始的。我送你回房间了。副总，您怎么受伤了？说正事。
您弟弟傅君回国了，应该是为了继承人的事儿。您看要不要回一趟傅家？不要跟傅家人透露我的行踪。对了，我母亲的车祸调查的怎么样了？时隔久远，监控和目击者都还没有任何线索，肇事者司机失踪至今，恐怕也不容易找到。死人一层，活人一定有破绽。继续盯着傅家。是。傅延锦。近日，傅氏集团二公子傅延锦助力公益，给贫困儿童免费捐赠运动鞋。这死变态竟然还会下爱心！我倒要看看死变态装什么好人。别动。对了，陪我去趟木星集团，我有大事要办。这洗白的新闻怎么被撤了？看来这傅二少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个早餐在桌子上，我回去换个衣服。不是应该我害羞吗？他跑什么？还没看够，要不再摸两下？可以吗？想得美！不就是摸两下吗？干嘛那么小气？我就摸，啊、我就摸，就摸。我车怎么没了？他们为了让我不到场，居然使出这么下三滥的手段。距离股东大会还有1个小时，这下肯定来不及。等我一下，把车开过来。傅家的车，傅妍姐，你到底是谁？你不会以为我是那个傅二少吧？我之前的确是给傅二少开过车，不信你问他。对对，我们都是铁哥们儿，所以他一个电话，我就把傅家的车开过来了，都是自己人。哎，我听说啊，傅二少出了名的狠厉，还荤素不忌。你们偷偷开他车的话，要是被他发现了怎么办啊？谁造的谣？这个我不配。我也不知道啊，早知道不讲话了。怎么会啊？傅二少车子多如牛毛，这根本就堆不下，一辆半辆的，他哪记得？你说是吧？好兄弟。对对对对，车真的特别非常多，所以他应该不会发现。离股东大会就剩10分钟了，雨宁怎么还没到呢？今天这个门啊，他恐怕是进不来了。集团只能是无微微的。
我宣布，股东大会正式开始。下面宣布一则重要通知：等一下，雨念还没到，这会不能开。等什么？会议已经开始了。穆雨宁竟然连股东大会都敢缺席，这分明是没把木星集团放在眼里呀！这种人还配谈什么股份？江经理，我知道你和穆雨宁走得近，可这是关乎公司发展的股东会，不是讲究个人情面的时候。你应该不会为了他坏了规矩，以权谋私吧？穆总，雨宁答应会过来的，他一定会来。行了，公司有公司的章程，股东会有股东会的规矩，一切按流程办。此次的股东大会是为了让木星集团能够更长远的发展。我建议把创始人黎星女士所留下的部分股份转让给真正有能力、有担当的人。同意把黎星女士的股份转让给穆微微的，请举手。既然没人反对，我宣布决议正式生效。我反对。雨念，妈，这个贱人怎么还活着？不是说确保万无一失吗？我怎么知道？这死样的命真大，早知道当初该多派些人手，一了百了。穆雨宁，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你应该……我身为集团股东，出席股东大会，合情合理。还是说，穆董希望我因什么意外给耽搁了？你迟到是铁打的事实。股东大会已经开始了，你已经没资格再进来了。保安，把他给我轰出去！季女士到底是有什么资格让我走啊？你不在这半个小时，所有股东已经全票通过决议，将黎星持有的股份转让给微微。哼，你赖着不走，难不成是想留下喝杯庆祝酒啊？你只持有5%的股份，算盘打得这么响，不怕掉牙？转让决议是董事会通过的，程序合理合法。你确定？从我母亲心脏停跳的那一刻起，她名下所有股份我将自动继承。一群鸠占鹊巢的乌合之众，有什么资格处置我母亲的遗产？我再强调一遍，我穆雨宁持有集团35%的股份，是黎星女士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参加我母亲的遗产归属会议，天经地义。你们几个跳梁小丑诓骗股东签协议时，没想过后果吗？股份的事儿先不急，有件事情想跟张总分享。3年前，您把7%的股份抵押给我的时候，合同第5条清清楚楚地写着：本息逾期未清，自动转为抵押权人永久持有。哦，对了。您的儿子在海外欠下的那笔赌债，前段时间我刚帮他平了。你这是抢劫！有我在，各位股东绝不会任你为主的。本来想给张董留点体面，既然您要撕破脸，那就别怪我恩将仇报。
公款，我就用了一点点，等项目回款再转进公司，包场神不知鬼不觉。这不是我做的，都是你伪造的。认不认由不得你，这要看各位股东愿不愿意陪一个马上要进监狱的人陪葬。老张，你糊涂啊！我倒是愿意给张董一个补救机会，就是不知道。大小姐，只要能给我一个补救的机会，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各位股东愿意签下这份增资协议，我在这里向各位保证，从今往后木星集团的股东分红收益只多不少。吴玉宁，你可别忘了，这里是木星集团，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才罢休啊？当初是你出轨害死了我妈，现在又带着你的小三和你的私生女来争夺我妈的家产，现在还让我罢休，晚了。各位，是继续演这场闹剧，还是保住你们自己的收益，签下这份协议？你们自己看着办。令媛持有35%的股份，这是不争的事实。之前的决议先作废吧。是啊，黎青女士的股份确实该由雨宁继承，才符合规矩。你真是个不孝之女！FU，这不是傅家的专属车牌吗？秦特助是什么人物？怎么会对一个保镖点头哈腰？难道他是？这人你认识吗？啊，这不是傅二少吗？你确定眼前这人就是傅二少？错认谁都不可能把他认错，这位火影王就算化成灰我都认得出来。穆雨宁啊，穆雨宁，你自以为聪明，找了个假老公当挡箭牌，没想到调上来的是货真价实的富家阎王爷，有他在，哪还用得着我动手？我的好姐姐，你就等着被他玩腻了，狠狠踩在脚下吧。根据木星集团第17条章程规定，持股最多者拥有1票否决权。现在我提议罢免穆连生董事长职务，由我接任。你休想！连生为了集团呕心沥血10几年，凭什么让你一个小贱人得逞？那就请各位看看，这位呕心沥血的董事长，在过去3年是怎么挪用公款、做假账、掏空集团，给他的情人和私生女购置海外资产的。这简直监守自盗！我们的钱都被转走了！你厚颜无耻！你为了夺权不择手段！你可真是我的好女儿啊！小贱人，我看你真是反了天啊！今天我就替你死去的母亲教训你！你不配替他！穆雨宁，你竟敢打我妈！我连你都敢打，还会怕他？我都躲了，你还打我！买1送2。爸，你看看姐姐，老公，你看看你养的好女儿。穆雨宁，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亲生父亲？请问哪位是穆连生？穆连生，我们接到实名举报，你涉嫌木星集团经济犯罪，请配合我们回去接受调查。跟我们走。你们不能带走他，都是穆雨宁陷害他的。老公，今天这个结果，你满意了吧？穆雨宁，你有什么好得意的？公司迟早是我的囊中之物，总有一天我要把你扫地出门。就凭你手里那点散骨，也想拉我下马？有时间做白日梦，不如赶紧找个人嫁了吧。哎，傅二少那个人渣就不错，那种人渣凭什么让我嫁？你自己怎么不嫁？我结婚了呀。更何况这种泼天富贵，还是留给妹妹你吧。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次我就大发善心，就不跟你抢了。穆雨宁，你就是个贱人，迟早有一天我要弄死你。我奉陪到底。雨宁，今天开始，你妈妈在天之灵总算能安息了。您放心，属于妈妈的东西，
我会一样一样的拿回来。副总，我看您伤得挺严重的，用不用去医院再检查一下？不用。他们交代了吗？袭击穆小姐的人叫李强，是穆家司机李海洋的远房表弟。今天早上我们查到李强的账户收到一笔20万汇款，汇款人是季平，是穆小姐的继母。如今穆连生被带走调查，他总算能松口气了。敢惹我老婆生气，你去安排一下，给他们一点教训。是。今天的事谢谢你，要是没有你，职责所在。你受伤了？涂过药了？让我看看。大小姐，不必了。傅妍姐，你干什么？我今天救了你，打算如何报答我？是你说的，职责所在。可我除了保镖和雇主，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老婆，看在我今天奋不顾身救你的份上，不打算让我尝点甜头？傅妍姐，亲够了吗？我对你的想法还不够明显吗？我不介意再来一次，老婆。现在我的身和心都是你的，你得对我负责。要我负责也不是不行。喜欢吗？能不能把灯关了？放心吧，没有上次亮。怎么停了？该看的不该看的都看过了，这点小伤还要瞒我？伤得这么重，还想瞒我？我怕你担心。这要是泼到你脸上，你就毁容了，知道吗？我不后悔，看你安然无恙，是我做的最清醒的决定。对不起，疼吗？你干什么？放手！魏宁，你给我听好了，你是我的，只能属于我。以后除了我，不允许你对其他男人这样做。药在这儿，你自己上，我先去洗澡。一起。谁要跟你一起？陆羽宁这个贱人，把你爸送进去还不够，现在还把我们母女俩赶出家门，银行卡还给我们冻结了，这是要逼死我们呀！他一定会遭报应的。妈，要不我去求求乔小姐，她一定会看在我能帮她做事儿的份上帮我们的。好，走。傅夫人，领证的事是千真万确，我亲眼所见。没想到跟在姐姐身边的保镖就是傅二少。您说，像傅二少这样身份尊贵的人，成天被我姐姐当成保镖呼来喝去的，是不是就想借着傅二少的身份跟傅家谈条件啊？傅夫人，你可千万不能放过他。
听见了吗？我的好儿子，你的好未婚夫，放着傅家二少爷的位置不做，好去给穆家那个丫头片子当牛做马，甚至还跟他领了证。这是要把我们傅家的脸面撕下来踩在地上摩擦呀！穆雨宁，真是好手段，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绑住严谨哥哥。之意，想坐稳未来傅家主母的位置，该怎么做？不用我教你吧。严谨哥哥身边只有我，也只能是我。喂，你之前说穆雨宁名下有个叫初念的香水公司，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3天之内，我要他身败名裂，永无翻身之日。穆雨宁，我就不信你这回你还能翻身。穆总，不好了！质监局和药监局的人突然来了，说接到大量举报，指控我们初年最新批次的星海之梦香水含有大量违禁物品，工业香精，要查封全部商品和原料。不可能，我们的配方经过100次调试，质检流程更是严格到苛刻，绝对合规。所有人立即停止生产，配合调查，所有账目全部封存带走，一律扣押。穆总，新品上市在即，现在怎么办？这件事情可能有问题，立刻去调查，到底是谁举报的。先吃点东西吧。我还没有想到解决办法，你先吃吧。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你现在这个状态非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会影响自己的思路。初念是我妈妈的心血，这个名字都是她取的，不能让我妈妈一辈子的心血毁在我手里。你上一次核对配方和质检报告是什么时候？1周前，我盯着质检员做了3次检测，致米源、重金属、香精纯度，每一项都非常严格，绝对不可能有问题。那有没有可能是生产环节被人动了手脚，或者送检样品被人调了包？除了林助理，还有谁能直接接触到生产流程？重要的事情我都是交给林助去做的，如果路上没问题，那就是仓库主管赵斌。喂，副总，去帮我办3件事。第一，立刻将初念的仓库主管赵斌控制住，24小时找人盯着，别让他接触任何人。第二，去质检中心档案室，把被举报批次、星海之梦的原始资料和报告拿到手，别让任何人在上面动手脚。第三，查查是谁在背后推波助澜。您是怀疑这里面有傅家的手笔？我记得前几天乔小姐曾打着您未婚妻的名义拜访过夫人。有胆动我护着的人，一个也别想跑。这种语气是上位者对下属的绝对指令。傅延吉，你到底是谁？副总，赵斌跑了，看来对方早有准备。敢在我眼皮子底下耍花样，找死！傅延锦，我现在有急事，我出去一趟。为什么要把我当傻子一样耍得团团转？你先冷静，老婆。别叫我老婆，我竟然没有发现，我的保镖这么神通广大，控制赵斌，调取试验样品，我动用了那么多的关系都没有办到的事情，你一个安保公司底层打工人，挥挥手就能搞定。我现在该叫你什么？副总，还是傅二少？你都知道了，其实你不问我，我也打算明天就告诉你。所以你一开始就知道我是谁，知道我要夺回我的公司，知道我所有的计划。是。你看我挣扎，觉得这样很有趣。我没有。那你为什么要装成保镖接近我？是傅家觉得我碍眼，派你来监视我，
还是觉得木星集团这块肥肉要换个方式咽下去？这件事就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其实……穆总，出事了！警察刚才来电话说赵斌死在了城西废弃工厂。死了？怎么死的？说是意外坠楼，现场已经拉了警戒线了，法医正在。魏宁，魏宁，病人没什么大碍，只是连日劳累，再加上心力交瘁，才引发了昏迷。这段时间得让他多休息，少熬夜，尽量别劳神。还有就是什么？行房事节制些，他底子虚，经不起折腾。你放心，赵斌还有出念的事，我会替你处理好。等你醒了，我一定会把所有事都告诉你。这次绝不隐瞒。副总，不是意外，天台边缘的水泥地上有明显的拖拽划痕，还有半枚43码的牛津鞋底印，纹路清晰，绝不可能是死者赵斌的。法医那边怎么说？根据初步诊断，死者后颈有个针孔，针孔周围皮肤呈青紫色，我们怀疑是被注射了肌肉松弛剂，然后推下楼。想来下手的人很懂药理，算准了药效发作时间，动作这么快，一定是怕他说漏了什么。副总，这是现场发现的纽扣。这枚纽扣材质特殊，一看就价值不菲。你去查一下。是。这件事情和赵斌一定有关系，你发现任何线索，第一时间跟我汇报。是。穆总，您到底在找什么？质检报告的电子版我已经发您邮箱了，配方备份也已经上传云端了。我要找的不是这个。从母亲去世后，我在实验室的各个角落都安装了监控，而且我每周都会拷到 U 盘里。实验室被举报那天，我刚把它拷到 U 盘里。只要能找到 U 盘，就能知道赵斌到底做了什么，这样才能保住实验室。我明明记得就放在这里的。喂，穆小姐，我送你的大礼还满意吗？赵斌的事是你做的，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针对我？不急，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的。此时此刻，你的好保镖正在替你善后。穆小姐，你这个保镖很有趣，不如把它卖给我。不可能，你休想！他是我的。穆小姐不会是看上他了吧？那你不妨猜下一个出意外的人会是谁？你到底是谁？我买了粥，你多少吃一点。你别告诉我这个照片上的人不是你。我是去过现场，你信我吗？信你？信一个连名字和身份都会骗我的人？你是想处理我，还是想玩完之后把我甩掉？傅延杰，我不需要一个满口谎言的人待在我身边。我们离婚吧。我不同意。
你给我一字字的听清楚了，我这辈子唯一想处理的是那些感动你一根头发的混蛋，唯一要玩的就是要把伤害过你的人一个个的送进地狱。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赵斌的死就是有人故意设计的，他的目的就是要你怀疑我，从而挑拨我们之间的感情。感情？傅妍姐，我们之间清清白白，谈什么感情？清清白白，清清白白，那我们这些天算什么？床伴？炮友？你心真狠！你的伤还没好，我给你上药吧。这点小伤，就不劳烦莫大小姐为我操心了。对不起嘛，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我承认我是有点喜欢你的，可是你也骗了我呀，我生气不是应该的吗？尤其是喜欢的人骗自己。你刚才说什么？你说你喜欢我？我没有，你听错了。好好，我听力有问题，我是骗子，我罪有应得。在你对我有偏见的时候，我就应该奋不顾身的把一切都告诉你。老婆，无论你想怎么惩罚我都可以，只要你能消气，好吗？谁要原谅你了？我现在不想跟骗子说话。我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怎么能让老婆独守空房呢？傅妍姐，你属狗的吗？我就是你的狗，要主人疼，要你摸。尝尝甜不甜？老婆，满意吗？不满意，还不够。疼就吭声，在我面前别逞强。局里上次受伤不到1天，怎么又多出这么多伤口？这点伤还不及某只小野猫昨晚挠我的时候1半凶。这都是因为我伤的。为你受伤，我心甘情愿。为你受伤，我心甘情愿。礼尚往来，该我给你上药了。乔之意，乔家大小姐，和你有什么关系？我若真想伤害你，用得着费这么多心思哄你吗？这世界能让我傅延锦心甘情愿把命交出去的，只有你一个。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相信我，你给我3天时间，我会把陷害初念和杀死赵斌的真相摆在你面前。如果3天后我做不到，或者你发现我有半句假话，任凭你处置，离婚、滚蛋、报警抓我，都随你。好，就3天。傅严谨的人摸到纽扣这条线了，比我预期的要快。可惜啊，死无对证。伯母，穆雨宁那边已经收到了照片，效果很好。她现在就像一只惊弓之鸟，怕是连傅严谨的呼吸都觉得可疑呢。这只是开胃小菜，得把他摁到泥里，爬不起来，傅严谨才会方寸大乱，才会无暇顾及我们的事。东西备好了。这是最新型的神经性致敏剂，无色无味，微量接触就能引发严重过敏反应和短暂幻觉。混入香水样品或者日常用品里，绝不会有人察觉。人一旦有了软肋，便再无底气与虎谋皮了。人一旦有了软肋，便再无底气与虎谋皮了。穆雨宁不是最宝贝他的初念吗？那我就让他视若珍宝的东西变成送葬的砒霜，到时候我看严谨哥哥还怎么护着这个疯女人。之意啊，手脚得做得干净些。最近傅爷那只老狐狸好像嗅出了什么，对傅严谨的态度都有所松动。我们必须赶在他修订遗嘱前把他彻底摁死，到时候整个傅家便都会是我们的囊中之物。副总，查清了，这个经济纹样是海外雇佣兵团组织暗级的专属徽记，他们专接各国灰色地带的脏活。这枚纽扣正是他们的联络信物。还有，最近陈婉通过5家海外空壳公司陆续给他们转了850万美金。副总，您看这里，乔治义的私人助理在赵斌死的前1天，与一个跟归属地未知的一次性账号有过19次通话，最后信号消失的地方在废弃工厂的3公里半径内。这个时间点绝不可能有巧合。还真是蛇鼠一搏。致命源呢？这是截获到乔治义和陈婉的加密路线上所了解的信息。他们计划在明天海城商会的慈善香氛发布会上下毒，计划是让他当众出丑，一时涣散。找死！请得住，立刻启动对乔氏集团所有项目的做空。从现在起，给我盯死乔治义和陈婉。敢对我老婆下狠手，就别怪我让他们自食其果。是。穆总，您看乔氏那边，他们的云端刚公布成分表，说是添加了阿尔卑斯雪绒花精粹，现在连市长夫人都在那儿合影呢。越是人声鼎沸处，越应该有人守住暗处的光。初念从不是靠风头立足的。走路不长眼睛。你的袖口。我说过，我会护着你。别急，让他先唱完这场独角戏。
贱人，这次算你好运。看来你是知道他们要炒鸿门宴。直觉，在这种人多眼杂的场合，谨慎点总是好的，尤其是那些喜欢躲在暗处、惦记给人使绊子的人。小心！今天是你第2次替我挡了，说说吧，想要什么补偿？什么都可以。自然，只要我办得到。那我要你今晚回家肉偿。流氓！计划失败了，傅二少警觉性太高，根本没办法下手。废物，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要你有什么用？怎么办啊，知一姐，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要是穆雨念借着这次复检翻身的话，那我们之前的努力不就都白费了？急什么？你以为我只有这点手段吗？穆雨宁不是要上台展示星海之梦吗？他不是一直想证明初念的清白，在万众瞩目之下，突然浑身发痒，口吐胡言。你猜那些记者会怎么写？敢觊觎我的严谨哥，我一定会让他身败名裂。经此一事，初念就算是彻底的断送在他的手上。还是知一姐有手段，你就等着看他丑态百出吧。记住，今天你没有见过。接下来登场的这位，带着他的星海之梦走过风雨，有请初念创始人穆雨宁小姐。就是那个出过事的牌子吧？听说之前有人用了他家的东西过敏进了医院，不知道真的假的。这些人根本不知道前因后果，早晚得告他们一个诽谤罪。穆总，您还好吗？我没事。副总，我们的人用光谱仪检测到穆小姐手里那瓶试用装里有异常蛋白成分，是乔治义在样品里动了手脚，需不需要立即阻止？不必。可是副总，一旦猎物总要自己跳上台阶，才能更好的一网打尽。按原计划行事。喷吧，穆雨宁！我要让这里所有人都亲眼目睹你发疯的样子。哎，怎么突然停电了？不知道呀，怎么回事？请大家稍安勿躁。不会有什么意外吧？刚才出了一点小意外，穆小姐，您继续。好香啊，这儿都闻到。太香了，是什么香啊？我喜欢之前都没有闻过。等发售之后我要去买。好期待啊！很多人问我，这款香水为什么要起星海之梦这个名字？我曾躺在特罗姆色的冰原上，那天的银河低得像要掉进海里。
就像我们相信的，真正的芬芳从不需要用刺激来证明存在。好，说得好，真棒！那死总，不可能，他明明该，为什么会没事？演讲很精彩。刚刚停电的那几秒，我手里的香水被人调包了，是不是你干的？果然什么事都瞒不住你。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呢？你知道我刚刚差点就露馅了，就差那么几秒。老婆，有些事我现在还没办法跟你讲，但你要相信我，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只是下次再有这种事情发生，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好，知道了。副总，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您继续说。副总，检测结果出来了，是 T37型神经致敏源，微量接触就会引发急性过敏，过量会令人产生幻觉，指向境外的灰色渠道。最近的交易记录里有乔小姐的手笔。乔小姐，乔之叶，不是，我根本就不认识她，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止她，赵斌死之前也接触过那批货，查到了同款致敏源。看来这件事比我们想的还要复杂。赵斌死了，死无对证，仅凭这份报告，根本不足以扳倒他们那些人。死无对证？未必。让你找的人呢？已经按您的吩咐请过来了。走吧，带你看场好戏。说说吧，你表弟强哥收钱泼硫酸，还有赵斌被灭口前，是谁让你找的人？谁给你转的账？我不知道。不知道？帮他回忆一下。我告诉你，我的耐心有限，除非你想当瘸子。说！我说，是季平，穆家那个太太，是他让我找表弟干的。他说，只要穆云宁毁容，初念就会彻底玩完。还有呢？还有赵斌，也是他让我练习暗琴的。说那个人知道太多配方的秘密，他先给了我50万定金，说事成再给我50万让我跑路。钱被我藏在厕所的水箱夹层里，该说的我都说了。副总，钱找到了，来源和数目正在追查。季平为了帮穆薇薇夺取股份，他竟然这么活得出去？不止，我查到季平名下每个月都会有大笔的匿名转账，表弟李强就是活证据。现在人证物证，作案动机俱全。老婆，你是想现在就让他们进去，还是等背后更大的鱼浮出水面？调，我要让他们自己浮出水面，最后自掘坟墓。伯母，这次不仅没能除掉穆云宁那个贱人，还让他因祸得福，抬高了初念的股价。这个李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午联系不上，我怀疑。慌什么？傅延锦能护得了他一时，还能护他一辈子。李强这个棋子，用好了是杀气，用不好就是隐患。我知道了，意外嘛。是我，你去把李强和他那个蹲医院的表弟处理掉，做得干净些，就像上次处理赵斌那样，做成失足落水，或者煤气泄漏。总之，不能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哼。
傅延锦最近动作频频，在董事会上还笼络了不少公司的元老，还翻出了当年傅军的旧账。再由着他这么闹下去，我们筹划已久的局都会被他一一搅黄。伯母不必担心，他越是上蹿下跳，露出的破绽就越多。这里面是傅延锦当年母亲车祸大案的附件，不枉费我花了大价钱才弄到手。刹车失灵？难道当年不是意外？有些事儿做得天衣无缝，也难免留下痕迹。傅延锦不一直在查他母亲的死因吗？我们就给他一个真相，能让他生不如死的真相。伯母，您的意思是想让大家认为延锦哥哥的母亲是为情自杀？老爷子最忌讳家族的丑闻影响股价，我们就证明给他看，他母亲是为情自杀。再找人把我当年挪用3000万的事儿嫁祸给他们。一个受外人唾弃的私生子和一个贪污犯的母亲，届时不用我搞动作，老爷子也第一个不会饶了他。还是伯母厉害，日后之意可要多仰仗伯母啦。想办法把这个透露给媒体，我要让傅延锦3个字是傅氏集团永远的耻辱。还有那个穆雨宁，留着他是个隐患，想办法把他放到穆雨宁那里。伯母放心，这件事自然有人会上赶着帮我做。来，傅家早晚都是我的囊中之物。不觉得乔之意和傅二少很般配吗？所以呢？姐姐，你该不会生气了吧？毕竟在外人眼里，乔小姐和傅二少才是门当户对的一对。好你个傅延锦，在公司还不安分，傻蛋！怎么了？你跟乔之意是什么关系？青梅竹马？吃醋了？谁吃醋了？我是怕你被美色迷惑。老婆，比起这个，我更关心。什么时候搬过来跟我一起住？总不能让我天天晚上往你这儿跑，跟偷腥似的。好，我知道了。继续查。我有点事，要出去一趟。等我回来。别换衣服，我回来检查。对了，如果有人跟你提起关于我母亲的事，一句都别信。好。二哥，听说你们最近把财务部的旧账翻了个底朝天，怎么？你是怕我背地里有什么猫腻吗？这是下个季度星景资本对傅氏的注资方案，各位好好看看。星景资本，二哥，你怕不是忘了你姓什么了吧？身为傅家人，你为什么胳膊肘往外拐？你就不怕老爷子动怒？是啊，傅总，星景资本虽然实力雄厚，但再厉害也是外部公司，
贸然注资，傅氏的控制权恐怕是……控制权，我能在3个月之内让傅氏集团的股票上涨15%。至于其他的，就不劳烦各位操心了。我的好二哥呀，多亏你提醒我了。昨天下午，警方接到匿名人举报，说你那个早逝的母亲，因为挪用公司3000万巨款，担心事情暴露，才会畏罪自杀。你再说一遍。还有我说什么吗？外面新闻铺天盖地，怎么说跟他没有关系？如果这件事是真的，一旦闹大，公司股价必然下跌。依我看，副总不如暂时先离开公司一段时间，避避风头，等警方调查清楚再回来。没想到乔小姐的消息比警方还灵通，就是不知道这检举信上的字迹是不是和你的一模一样？怎么是你？找你有正事儿。说吧，什么事儿？姐姐，我好歹是你妹妹，怎么连杯水都没得喝？你最好是有要紧事。爸爸让我告诉你，只要你肯把股份交出来，前2天的事情他可以忽略不计。凭他也想惦记我母亲留下的东西。告诉你和你那个小3上位的妈，别老在我面前蹦跶，不然我不介意让你们一家3口在里面团聚。你个贱人，你敢威胁我！慢走不送。穆雨宁，我动不了你，不代表别人不行。要怪，就只怪你觊觎了别人的东西。只要我拿到证据，我就不信你还能得意多久。哼！雨宁，这里。我找你是有件事情必须要跟你讲，是关于傅严谨的。学长这么着急叫我来，就是为了说他？傅严谨他一直以来都在骗你，他母亲的死根本不是什么车祸，是因为挪用公司巨款，最后畏罪自杀的。许学长，不知全貌不予置评的道理，不用我教你吧？这是警方的调查记录副本，我托人弄到的，你自己看。如果有人跟你提起关于我母亲的事，一句都别信。好。果然如他所料。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雨宁，我只是不想看着你被他蒙骗。你那么聪明，应该看得出他有多心机深沉。他接近你，无非是想利用你对付傅家。雨宁，跟我走吧。比起跟着一个满肚子算计的骗子，你想要的我都能给你，何必在他那里受委屈？副总，查清楚了，举报信是从一个匿名邮箱发出的 ，IP 地址指向乔氏集团旗下的一家空壳公司。还有，最近许兆言和乔治一走的极近，上周3他们在城西会所待了整整3个小时。他有没有见到那些证据？昨天，许兆言确实去找过穆小姐，监控显示他给穆小姐看了几张照片，具体说了什么不清楚。不过，我们在穆小姐办公室发现了这个。越来越有意思了。把东西送去技术部。既然他们想唱，就别怕观众认真了。
在等我。你母亲的。有人找过你了？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唯一遗物。12岁那年，我在她学校附近的梧桐树下等她下课。后来一辆黑色轿车撞向她。这些年，我一直都在调查我母亲死亡的真相。她以前是个钢琴老师，学生们都说她弹的月光能让人忘记所有的烦恼。这样的人是不会挪用公款的。傅妍姐，你放心，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我要让那些人钱被百倍的还回来。进。请查收您的快递。谁让你送进来的？出去。确定要我出去？傅妍锦，你怎么来了？傅氏集团那么大一个摊子，不用管吗？事情分先后顺序，但你先，全世界后。老婆，我想在这里试试。傅妍锦，你现在是副总，不是我保镖了，别动不动就往我这跑。你就不怕别人误会我们有不正当的关系？老婆，你忘了，我们是领过证的合法夫妻。总而言之，影响不好。影响不好，是指在办公室接吻这件事情，还是说我一见到你就想把你吃干抹净？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粘人？看不惯，那我可以滚。床单我都备好了。赶紧回你公司去。咱们这个数据看起来不太对劲啊！副总，怎么了？糟了，营收报表里算错了个小数点，这下完了。改过来就行，下次注意点。散会。还好这次提前发现，不然麻烦大了。亲爱的老婆大人，185，8块腹肌，可撩，好睡，腹肌照点 JPG。穆总，您没事吧？没事，你继续。哦，傅妍锦，你给我等着！副总，瞧您这一脸春心荡漾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一只要亲亲抱抱举高高的舔狗。有老婆吗你？有老婆了不起啊！哦，对了，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制造惊喜？最好是那种能让人印象深刻、一辈子都忘不了的那种。这办法能行吗？
Ooh, baby, I think I was just lost into your mind. Ooh, baby, you're the perfect size shaker, you're so fine. Ooh, baby, light up in the sky, start to make remind of you. Can you say it more cooler? Girl, let me take your hand. 这一种颜色在我的脑海 In this vibe, in this mood, see you 过了。 and groove, and 你的身影穿过朦胧的这些都是为我准备的吗？ I just wanna see 今晚我是你的康二姐。 Is it love or is it not? Just tell me. Ooh. 刚才客厅可不是这样的，这就受不了了。看在你这么听话的份上，我该怎么奖励你呢？喜欢吗？不止喜欢，还想天天夜夜把你拴在身边。那你要看好了，别让我跑了。 副总，技术部做了3重加密，这东西收录的声音会实时同步到私密云端，就算被发现也查不到源头。很好，老婆，城西仓库有案发现场的重要线索，想带你一起去看看。好，我准时到。副总，您真的要穆小姐前往仓库吗？那儿当然是假的。 把这份星景资本核心投资计划书想个办法递给乔治义。副总这招引蛇出洞太棒了，到时候请都不用请，乔小姐自己就会去仓库。贪婪又自负的人，以为用点见不得光的手段就能拿捏我，愚蠢至极。准备一下，今天晚上我要来个瓮中捉鳖。是。 伯母，您猜的没错，他们果然上钩了。严谨哥哥与穆雨宁今晚去城西废弃仓库，还提了车祸线索，看样子是找到关键性证据了。做得好。接下来，可是严谨哥哥那边，他身手您是知道的，万一……怕什么？他现在被董事会那群老东西盯着。 自身难保，只要抓住穆雨宁，我就有办法让他退出继承权之争。之意，你放心，我只是要傅延锦交出继承权，我不会对他做什么的。只要傅延锦乖乖的交出继承权，到时候事情成了，你乔氏少不了好处的。是我。 半个小时之后，城西废弃仓库集合。副总，乔之义派的10个人，5分钟前进了仓库，跟您预判的路线一致。按计划行事，记住，留活口。是。犯上饶命！
我们都是听从乔小姐的命令，根本不知道是您的人。乔治义让你们干什么？是乔小姐让我们绑架穆小姐，她说抓了穆小姐可以逼迫您放弃继承权，还说上面的人保我们全身而退。上面的人是谁？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个。把他带去，好好招待。什么时候想清楚，再放出来。父上饶命啊！严谨哥哥，乔小姐贝德里我收到，饶命！只是送礼的人不太懂事，我替你调教了，不用谢。伯母，严谨哥哥都知道了，他知道是我在背后搞事。他要是因为这件事对付乔氏，那我们乔氏不都完了？一个小小的乔氏对他来说根本不会放在眼里。我去见老爷子。你没事吧？我听秦特叔说。我没事，让你担心了。我调查过乔治义找的那帮人，他们都是手上沾过血的亡命徒。答应我，以后不许这样了。这是乔治义和陈婉的通话录音，还有他们准备绑架你的证据。我一定会把这个交给警察，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报应。陈婉在傅家经营30年，根基很深，董事会上的一半人都受过他的恩惠。动他容易，他想连根拔起，这点证据不足。魏爷，我知道了，我现在过去。怎么了？有人往董事会递了举报信，是时候解决这帮蛀虫了。严姐，你可知错？什么错？事到如今啊，你就别嘴硬了。爸都知道了，你为了争夺傅氏的继承权，不惜派人绑架乔家小姐。你这种阴狠手段，这种做法，要我们傅家脸面何在啊？是吗？我告诉你，我做事喜欢留后手。只要你抓住穆雨宁，傅延锦就得乖乖退出董事会，我儿子才能上位。届时别说股权，就连继承人他也保不住。教唆乔治义实施绑架，你还真是厉害。这是真的？爸，这是伪造的吧？是他陷害栽赃我和君儿吧？他就是为了争夺傅氏的继承权，你千万不能相信他吧？你找到那个司机了？找到了，他现在在郊区惠民诊所打杂，化名老王。不过什么？我调了事故当天路口的监控备份，我发现现场还有第3辆车，不是肇事方，也不是受害者。监控拍到了他的侧影，车牌号码后3位是739，登记信息显示是傅家的车。不惜一切代价，让那个司机永远闭嘴。傅总，这是第3辆车的维修记录，车牌尾号739，登记在傅氏旗下启盛商贸名下，实际使用人是傅军的司机。现在人在哪儿？1周前从港口偷渡去的东南亚，用的是假身份，但我发现他的海外账户在3天前收到一笔500万的汇款，汇款方是陈婉的私人助理。这么着急把人送走，生怕别人不知道是他在背后搞的事。欲盖弥彰，继续盯着。傅总，乔治义那边刚传来消息，
说是陈婉约他明天下午3点在云顶茶室见面，说是有要事相商。正好，我也有份礼物要送给他。听说傅元锦最近找过你，伯母说笑了。傅延锦平常不待见我，那次只是偶遇。那我派去城西仓库的人，为什么都在他的手里？伯母这是什么意思啊？难不成怀疑是我泄的密？说说看，他许了你什么好处？既然伯母都知道了，那知意也就不瞒你了。傅延锦给了我2个选择，一是带着这些证据去警局指认你，二是把乔氏偷税漏税的资料公之于众。你到底想要什么？傅氏集团副总裁的位置，还有星景资本5%的股份。可以，但你要帮我做最后一件事。什么事？好。累了就先休息，剩下的明天再弄。你看这里，这笔500万的汇款，收款账户虽然是在海外，但是距离陈婉的老家特别近。灯下黑。这个起源商贸我查过，法人是傅俊的大学室友，3年前就移民温哥华了，现在却突然活跃在东南亚的资金盘里。老婆，喂，江野。怎么了？乔氏旗下所有的海外项目暴雷，别告诉我是你的手笔。我老婆真聪明，猎物主动跳入陷阱，是时候收网了。小兰，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对了，今天傅氏有个酒会，我想让你陪我出席。主要是老爷子他念叨你很久了，想把你正式介绍给所有人。之前没有说，是怕你觉得唐突。我们俩在一起这么久，还没去拜访过爷爷，是我的疏忽。那扯平了。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风格，就都叫人准备了，去试试。怎么样？太美了，恨不得立刻向全世界宣扬。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什么？此时此刻，我只想把你藏起来，独自欣赏
各位董事，乔氏资金链断裂，上周还被几家银行连续抽贷。鉴于乔氏出现严重的财务危机，我提议立刻终止双方在南亚地区的合作，以免拖垮富氏。星鼎资本愿意注资乔氏，为了换取海外渠道独家供应链。我宣布，乔之毅即刻升任为富氏副总裁。 负责东南亚板块的开拓。傅严谨，乔氏现在就是个填不满的窟窿。你由新景资本注资，这无非是拿我们傅氏的钱填你的钱债。你这是在用我们傅氏的百年基业做赌注。退一万步来讲，乔之毅根本没有跨国管理的经验。你这么做， 明摆着就是徇私舞弊。这乔之毅连乔氏都快掏空了，凭什么管理傅氏的海外业务？二哥，你是不是让这女人灌了迷魂汤啊？乔氏在马来西亚负责了棕榈油供应链，正是富士新能源板块急需的原料渠道。乔小姐能力出众，又是乔氏的继承人，对于开拓海外市场大有裨益。 乔之毅，你想清楚了，不要到了最后跟错了人。伯母，对不起，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乔氏倒下。只需要签下这份文件，你就是富氏副总裁。副总，我接受你的提议。好，好得很。不要以为你收了个叛徒，你就赢了。 傅严谨，你不要忘了你母亲当年是怎么死的。在周年庆典上，我会向各位宣布。我们走。副总，什么事？ 严谨哥哥，真的很感谢你。乔氏集团资金断裂，几近崩溃，我一直在维持乔氏的现状，也求了很多人，但都无济于事。大家都知道，现在想要重新扶持乔氏，要耗费很多的金钱和精力，都不愿意趟这趟浑水。只有你愿意在这个时候帮助乔氏。 乔氏在商场摸爬滚打几十年，走到今天，完全是你们的决策方案错误，咎由自取。帮你，不过是看在乔氏的海外市场还有利可图。既然我在董事会上保下了乔氏，就不会看它毁在我手里。你要做的，就是做好你的事情，帮助富士开发拓展海外资源，其他的事情不用你费心。我知道了，谢谢严谨哥，副总。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严谨哥哥，穆小姐跟你很般配，我自知配不上你，那就提前祝你们百年好合啦。妈，下面我们要怎么做？既然从傅严谨身上得不到好处，那我们就从他身边人下手。他不是对那个小丫头上心吗？我这有穆雨宁想要的东西，用这个保证他能上钩。可万一那个小贱人不上当怎么办呢？不会，他当然会来了。让你安排的东西准备好了吗？妈，你儿子我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啊？副总，所有入口已配备金属探测器，所有通风管道内安装了热成像仪，电力系统有工程师24小时3班轮手。这里增加2组人手，还有应急出口，确保畅通无阻。副总，乔治一刚发来消息说，陈婉通过海外账户购置了3箱工业级镁粉，
说是要在庆典上使用。我知道了，让夫人带上这个，确保她随时在我们的监控范围内。是。雨宁，这是我查到的陈婉的资料。她年轻的时候曾经是傅老爷子的秘书，和你母亲黎星是大学同学。你是说我妈和陈婉认识？不仅认识，还是情敌。当年你母亲和傅老爷子的长子傅炎有过一段感情，但傅家为了吞并黎家的纺织厂，逼傅炎娶了手握供应链资源的陈婉，所以就和你母亲分手。当年你母亲创立木星集团，陈婉没少暗中使绊子，还有你母亲的抑郁症，可能也和陈婉有关。这话什么意思啊？在你母亲去世前3个月，陈婉曾以探望为名，去过好几次疗养院。为了一个男人，不惜害死了我母亲。老爷子最忌讳晚辈在他面前失仪，之后无论看到什么，都给我稳住。放心，我都懂。大师妈，咱们这次能扳倒傅延景吗？他在这次的董事会笼络了不少人，如果这些人一旦站在他那边，我们这么长久的谋划都功亏一篑了。慌什么？当年你爸怎么把他母亲踩进泥里？今天我们就让他重蹈覆辙。哼！妈，邀请函上根本没有我们的名字，万一被傅家的人发现，会不会注意到我们？认出来又怎么样？陈婉忙着对付傅延锦，谁有时间查我们的身份？穆雨宁那个贱人，不但把你爸送进了看守所，还冻结了我们所有银行卡。我们沦落到如此地步，还不都是拜他所赐？这个仇岂能不报？上次没能扳倒他，这次我一定不会再错失机会。只要除掉这个贱蹄子，我们母女就能拿到木星集团的股份。到时候看谁还敢小瞧我们！副总到。喂，到哪儿了？这么快就等不及了？过了前面那个路口就到，最多5分钟。老婆，我想早点见到你。油嘴滑舌，乖乖等我。我现在接个电话，一会儿给你回过去。喂，喂，穆小姐，别来无恙。有事吗？梧桐路19号，我给你留了礼物，想要的话现在可以去拿。如果我不去呢？那你永远不会知道你母亲死亡的真相。林助理掉头去梧桐路。那傅氏酒会怎么办？副总还在等您。算了，事出有因，他会理解的。夫人还没到吗？没有。不是说5分钟吗？去门口看看。是。副总，夫人电话打不通，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走。二哥，宴会还没结束，着急去哪儿啊？管好你自己。你就算现在去也来不及了。人是你带走的。我妈说的果然没错，穆雨宁果然就是你的软肋，
只要稍微一触碰啊，你这只猛虎也会咬钩。果然是个好办法。你们把他怎么了？傅延锦，你不有能耐吗？自己查呀！我告诉你，他是少一根头发，我会让你接受我的手段。傅延锦，我告诉你，你最好在天亮前找到他，不然你只能给他收尸了。副总，沿途的监控都已经查了，没有任何夫人的踪迹。别墅那边我也派人问了，说夫人今天出门的很早。夫君那个脑子，根本想不出这么周全的计划。时辰晚了，给我查，往第3室128人给我找到。是。喂，是，把定位发我手机上。说，技术部刚发来消息，夫人手机最后信号消失的地方，在梧桐路19号。是夫人。副总，我一个人去。是。1998年3月5日，他说他会离婚娶我。壁炉里的火映着他的侧脸，跟年轻时候一样英俊。我不敢想象他说出这句话时会有多震惊。他是爱我的吗？哼哼，那个人是我母亲，旁边那个男人是傅言啊，惊讶吗？你母亲林星是他养在外面多年的情人。不可能，你胡说！不可能，你胡说！傅延锦的母亲是个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她是个见不得光的孽种，而你母亲也是个偷人养汉的贱货。你们2个天生就该被钉在耻辱柱上。我母亲不是这样的人，你一定是在骗我！来人，把她带走。穆小姐吗？你不是想让我给你们母女一个机会吗？现在来传场吧。人不在这儿，继续找。查查陈婉在哪？喂，副总，查到了，有人在仓库附近见过陈婉和夫人，只不过那儿信号被人屏蔽了，具体位置还不清楚。我们去仓库集合。是。傅夫人，我已经按照您的要求把傅延锦放了进去。做得不错，看来你比乔之意要识时务。那之前您答应给我的5000万，放心，会准时打到你账上的。谢谢傅夫人。
你到底要干什么？哼，你猜呀？你知道我母亲多少事？全部。自从她踏进傅家的第一天起，到她死在那辆失控的车里，她所有的秘密，我都一清二楚。你和傅家之间，我的好姐姐，与其担心别人，不如多担心你自己吧。要死的人是你呀！姐姐，我看你这副样子，我别提有多开心了。你说你贱不贱？生来就握着穆家的金钥匙，放着你好好的金丝雀不当，非得抢不属于你的东西。为什么你什么事都要跟我争？如果不是你死死占着继承人的位置，金钱、权力、穆家以及穆星集团的一切都该属于我。要是你乖乖听我们安排，后面的事情也不会发生了，我和妈妈也不会被你扫地出门。穆雨宁，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是你把所有事情都给搞黄了。我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不该恨你，不该报复你吗？别的东西我都可以给你，但穆星集团是我母亲留下的唯一的东西，就算我不在，你也夺不走。哼，你看看你，永远都是这副高高在上的嘴脸，无论什么时候看到你这副样子都令人讨厌。穆雨宁，你是跑不出去了。你确定？住手！傅二少，这是我们姐妹之间的事，我劝你最好还是别多管闲事。毕竟高见无眼，伤到他，心疼的还是你自己。为了一个女人，你就心甘情愿地跑来送死。傅延锦，我是夸你纯情呢，哼，还是夸你愚蠢呢？为了对付你，这种下作手段都做了出来，你不怕老爷子知道要了你的命？老爷子那儿我自然会去解释的，只要你不跟我作对，我就放你一马。我可不是你那个当小三的妈，像她那么懦弱无能的人，竟然会为了保护你去送死，真是可笑。当年那场车祸是你做的。是我，没错。要怪就怪他挡了我的路。当年我为了在傅家站稳脚跟，让老爷子正眼看我硬是攥着几个股东挪用公款的把柄，逼迫他们把临江集团的那个酒店给卖了。可是被你那个死脑筋的老爸给查出来，他竟铁了心要清点公司的资产，甚至把我转到海外的资产都要翻出来。我跪着求他网开一面，他倒好，他说什么夫家容不得脏钱，
转过头跑到老爷子那去告状。这件事跟我母亲有什么关系？他向来都不问公子的事。是的，他是不过问，可他坐着富家夫人的位置。在外面，你父母是琴瑟和鸣，私底下，那夜你父亲喝醉了酒，像条狗一样缠上我又何尝不无辜呢？没多久，我怀上了君，我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孩子这一辈子被人戳脊梁骨骂他是个私生子呢？所以你就害死了他？不，那是他该死。起初一开始，我根本不是想争傅夫人的位置，我只求让君堂堂正正幸福。我甚至想过，只要你们认他，我立马带着孩子消失。可你母亲呢？她拿着我怀孕的化验单跑到你父亲那儿说，你终究应该被打掉。她凭什么决定我孩子的生死？既然她不仁，我就不义。我是买通了司机，可我最初的目标不是他，而是为你。只有你死了，君才能顺理成章地继承这一切。是他自己多管闲事。那天放学的路上，司机是冲着你开了过去，是他自己扑过去把你推倒了，撞在了车轮底下。这是他选的路，怨得了谁呢？是你，原来是你。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去伤害一个无辜的人，你就不怕午夜梦回遭报应吗？报应！说到报应，我忘了告诉你了，你母亲离心的死和我也脱不了干系。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我妈妈的死和你脱不了干系？当年我只不过是找了个匿名电话，把你父亲出轨祭屏的聊天记录和照片一五一十的说给他听，谁知道他那么不惊吓，当天就从医院天台跳了下来。哼，真是蠢得可怜。是你，原来是你！妈妈，不要丢下我！妈妈累了。妈妈，不要丢下我！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妈妈，妈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谁让她们两个是好姐妹呢？反正一个也是死，两个也是杀，不如让他们两个一起到地底下做个伴儿，省得寂寞。哦，对了，我给你看的那张照片其实是3个人的，只不过我动了一点小小的手脚，让别人以为你妈妈是小三。他们关系这么好，谁又能分辨到底是真还是假呢？你不仅害死了我妈妈，还空口白牙诬陷她，陈婉，你真是卑鄙无耻！我是什么人，就不劳烦你们费心了。傅延锦，我在这里布下了天罗地网，今天你注定是难逃一死。穆薇薇，你清醒一点，陈婉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我知道他在利用我，可那又如何？只要能把你踩在脚下，做什么我都愿意。穆薇薇，你疯了！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制造炸弹，杀人灭口，你是要坐牢的。事到如今，你觉得我还会怕吗？穆雨宁，我从小生活在你的阴影里，别人处处拿我们做比较，凭什么？凭什么你什么都不做就可以高高在上？我就要看别人的眼色活着。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只有你死了，我才可以顺理成章的得到你拥有的一切。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愿意和你谈？30分钟之后，这里就会变成一片火海，
我敢保证，到时候你烧得连尸骨都不剩。不过你放心，我会让你心心念念的傅延锦来陪你，你们俩在这度过最后的时光吧。行了，你们这对鸳鸯就在这度过最后的时光吧。傅延锦，傅延锦。娘娘，你别怕，我在呢，我在，别怕。傅延锦，我妈妈是被陈婉害死的。我知道，我都知道。等我们出去了，这笔账我们找他一一清算。当时我不应该让你一个人先走。应该是诛仙龙。老婆，就这么不相信老公的实力吗？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生不同时，死愿同穴。你放心，就算死我也会挡在你前面。有我在，别怕。我这辈子还没来得及带你看山海神路，如果有机会，我一定播你一场最盛大的婚礼，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马上带你离开。没事。没事。傅延锦，不得不说，你的确很有本事。但是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保全整个傅氏集团。毕竟傅家不只是你一个继承人，只要你死了，我会给你买一块风水宝地。游戏结束。快点，来！傅延锦，你醒醒，你看看我好不好？我还没有答应你呢，不许死，我不准你死。傅延锦，我还要对你负责呢，我不准你就这样死掉。
现在我的身和心都是你的，你得对我负责。要我负责也不是不行。喜欢吗？能不能把灯关？患者的情况是体力透支，吸入过量浓烟，有点轻微肺炎的症状，先静养观察几天再说。好，我知道了。傅妍姐，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长得真的很好看？昨天在那么危险的时候，你还把我护在怀里。你还记得你要带我去看山海吗？还说过要给我一场最盛大的婚礼。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会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不是别人，你是我妻子，这辈子最重要的女人。你终于醒过来了，快吓死我！傻瓜，你说的话，我全都听到了。我想亲口听见你的答案。傅妍姐，我也爱你。只有这样。都说爱你了，还想听什么？不给亲亲，我可感受不到你的爱。够了吗？不够。陈伟因为涉嫌买凶杀人、故意伤害以及非法挪用公司财产，加上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判了有期徒刑20年。穆薇薇和季平因为恶意转移公司财产，并伙同他人参与绑架等，分别判了有期徒刑当年害你的人终于付出代价了。这么多年，你也能安息了。其实她就是当年帮过我的小女孩。我猜你一定会问，为什么非她不可？也许她并不是我最优的选择，但她是我这辈子唯一想攥在手里的答案。妈，我们以后一定会彼此扶持，休戚与共，风雨同舟。你会祝福我们吗？妈，如今初恋已经走向国际市场，木星集团也回到了我们手里。我答应了你的事情，全都做到了。我要向你介绍一个人，傅严谨，我最爱的男人。我们一定会幸福下去。我有份礼物要送给你。有必要这么神秘吗？老婆，先别睁开，等我一下。
以前我总觉得永远是个很空泛的词，直到遇见你，我才发现，永远就是把我变成我们的每个瞬间。我其实幻想过很多次我们求婚的场面，但是我觉得再华丽的句子都不如实在的承诺来的强。我傅延锦在此向穆雨宁宣誓，以后快我双，晚我喜。你生气了，我哄你，天我们一起长。只要你答应我，跟我在一起一辈子。穆雨宁，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